好，现在我先讲一讲新冠肺炎抗病毒药。OK，卫生部长呢，他有说到我们会引进这个新冠肺炎的抗病毒药他们有讲的一个名字很奇怪，就是 Paxlovid 来，我需要你看这个名字Paxlovid 第一个青色的格子，它是两种抗病毒药掺在一起的它叫做 Paxlovid里面有三粒药丸它的名字叫 Ritonavir Booster Nirmatrelvir。OK，Ritonavir 呢，其实呢，在艾滋病病人呢，其实已经开始用了很多年了，所以不是一个新药，只是说有几个这个药呢，它做 combination 呢，它会把这个药的功效达到更好。这是口服药，还有一个叫第二种就是 Zevudide， 所以这个是 Sotrovimab， 这个是打针的，这个不是我们公众可以吃直接买到，这个是在医院用的还有叫 Veklury 也是在医院的打针的还有一个是 Molnupiravir， 这个是在我1年前告诉你过，这是口服药来的，可是到现在还没有 famous， 是因为它有它自己的缺点。谁适合使用这个抗毒病刚才我有一个问题对吗？他说新加坡已经有用这个药了，还是这样多确诊病人然后很多人入院为什么好，其实呢他要 start 这种药呢，它有很多条件真的是有几个条件。第一就是他一定是轻症的病人，意思说他是 Category 1、Category 2的病人他只有轻对不起，是 Category 2，多数 Category 1他们都不给，他有症状的就是 Category 2，所以又那个 Category 2的病人呢，也不可以是那种要用到氧气的如果用氧气的就不可以了，这个药就不行然后呢，也是那个病人需要入院的，也不适合用这种药。所以他的那个选择性很紧他的那个 criteria 很紧，所以就很少人会用到这个药再第二就是他一定要12岁以上，或者是体重40 kg 以上。为什么他需要选择这两个呢？是因为他在临床试验呢，他只是在12岁以上试验到然后呢，他找的那个试验的病人呢，都是40 kg 以上的，所以他暂时是批准在12岁以上40 kg 以上的病人还有你一定是要有慢性病的，就是有其中一种慢性病，他还可以 start 这个药，那就是糖尿病或者是高血压或者是心脏病的人或者是有其他的慢性病的人，你才可以适合用这个药。所以要符合完这3个条件呢，其实人不多。所以 Paxlovid 这个 Paxlovid 它是这样子，你看它图片，你看到两粒红色的，一粒白色的，它是这样一板一板的卖它一板里面有30个 dose 这样子然后呢，它是每天呢服2次一共服5天可是呢，要在几时可以 start 这个药呢？刚才我说过的，你们一定要全部病人是刚才我所说的12岁以上40 kg 以上，然后他有一个慢性病，然后呢他是轻症的没有用氧气，不需要进医院的。还有一个条件就是在5天前，就是说你确诊的5天前还可以 start。如果是第5天以上的话，这个药不能用了它没有效。所以呢，它有这样多条件呢，就造成了很多地方用不到这个药。很多人年轻人轻症又没有那个慢性病，为什么要吃这个药，对不对？它又不适合你，所以就用不到。所以确诊过后有药也是用不到，所以就没有什么用了可是这个药对于有慢性疾病，好像60岁以上有慢性疾病的人，一中了 COVID 过后，我们至少这个药又可以用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就是高风险的群组嘛，对不对？年纪大然后再加上他们有慢性病，他们是比较容易中了 COVID 过后会变成重症的嘛，对吗？所以这种药是把他们吃了过后呢，它会变重症，它是 prevent 轻症变重症罢了。它 prevent 那个病人呢从轻症呢需要进入医院，也 prevent 他进入 ICU 这个是他的数据你看OK， 它呢比起其他药物呢，刚才有讲有4种嘛，对吗？有4种抗毒药嘛，对不对？第一，它比起其他的3种呢，它的效率呢可以保护这个病人呢28天里面不会因为 COVID 死亡高达89%。可是呢
你看 Sotrovic 啊，它是比它低一点点，大概是85%啊，然后 Remdesivir 呢就是87%，可是呢那个 Molnupiravir 呢只有30%，所以到现在为止那个 Molnupiravir 呢我们是不会用的。OK， 为什么我要讲下面这两种呢？其实有一个特殊的地方，我想告诉大家啦。既然这 Paxlovid 呢，它的 window period 呢是一个比较需要5天以下呢，它的功用是在那里呢？需要用在什么地方？就是用在比较有高风险的群组罢了啦哈。这是它的临床试验哦，只是解释一下啦，很快带过。大概有2000多人2100人参加这个临床试验，吃这个药，它就分成一半一半啦。一般的1039人呢就吃药，1046人没有吃药。然后你看看有吃药的只有8个人入院，没有人死亡。如果是说有吃药的那个 group 有66个人入院，有13个人死亡。意思说这个药真的是有效减低了入院的机会和减低了死亡病例啦然后呢，它吃药当然是有个副作用他们讲了是有3分毒嘛，对不对？是药有3分毒嘛，对吗？所以你说服药的群组呢，68%的人有副作用，那就是有腹泻有那个味道就好像 metallic taste味道障碍或者一点点泻肚子，短暂性的那个高血压，还有肌肉酸痛。可是呢，它适不适合孕妇呢？我看到那个博士他说是适合，可是呢，我觉得还需要多点数据。孕妇我觉得暂时是不应该吃这个药了有生病的人有生病者，他需要减半他的药量，可是呢，它不适合严重肝病的病人，它是不适合的。OK， 这个 Strovimab 呢，这个是在医院还给的，这个它是静脉注射的它是适合孕妇、适合老龄人、适合肾病人，所以呢，如果是孕妇的话呢，可能这个药可以适合他们可是在马来西亚暂时还没有这个药，我们还没有这个药然后呢 Vicary 就 Remdesivir 呢，这个呢不是给轻症的，这是给轻症和重症的人都可以。意思说呢，刚才我讲的 Paxlovid 呢是给轻症的人，然后有慢性疾病的人这个 Remdesivir Vicary 呢，它可以给重症的病人。你看重症的病人他需要打5剂，所以呢，可能这个 Vicary 呢，我们马来西亚会进口，所以这个可能就会给那些在医院需要打针早点康复的病人，它适合了还有这个 Molnupiravir 呢，它是口服的，这个呢，因为它有很多副作用。然后呢，它是在前面的3种药物没有的时候才可以用然后它不适合孕妇，它不适合 Omicron， 其他前面3种跟 Omicron 它还可以杀 Omicron， 这个不可以，这个对 Omicron 没有效，所以呢，我们就觉得这一个药没有什么用处了所以马来西亚应该是不会拿这个药进来。